范泽人深吸一口气，平静地说道：“特使大人，县府中多处的经营，怕是有人刻意为之。若真是收取赌方利润，又为何会明目张胆地放在县府之中？何况县府之经营流动都经过众人之手，县令大人只有监督查政之责，并不亲自经手钱财动向。所以要陷害之人，肯定是了解县府运作之人。”柳元修反驳：“钱在县府不是县令所为，还能是其他人不成？须是来不及将金银转换藏处，才刚好在搜查时被发现。不如问问赌方主，他肯定知道这笔钱究竟是不是赌方送往县府的那30%利润。”特使目光微转，看向赌方主，面色严肃，冷声道：“赌方主，本使问你，是否如信中所述，与县令有不当往来？”赌方主跪伏于地，身形微颤，显然心中恐惧万分。他低头道：“回特使大人，小人确实曾与县令大人有过往来，并每月将赌方30%利润送至县府。”特使闻言，眉头微皱，冷冷问道：“所以你也承认县令知晓赌方存在，却不予查处之事？”赌方主抬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惊慌，随即又低下头，声音颤抖道：“没错，县令大人明知我赌方存在，却避而不查，还要求赌方给予利润，表面上装作一般商铺，所以赌方才得以长久经营。”此言一出，堂内众人一片哗然。县令大人面色铁青，狠狠瞪着赌方主，显然怒不可遏。范泽人站在一旁，早就料到赌方主也是被买通的人，这赌方主明显是被胁迫，不得不这般说辞。特使转头看向县令，神色铁青地问：“萧明坤，听闻此言，你可有何解释？”县令大人强抑怒火，沉声道：“特使大人，此事分明是有人设计陷害下官，下官一向清廉，断不会与赌方有任何瓜葛。”柳元修眼中寒光一闪，冷冷道：“特使大人，这赌方主言之凿凿，看来确有此事。”范泽人镇定自若道：“特使大人，在下已有证人可证明此事另有内情，请大人容我传唤证人，让事情水落石出。”特使沉吟片刻，点头道：“好，本使准你传唤证人，但若证人所言无据，本使定不轻饶。”范泽人转身挥手示意，随即堂门开启，一名男子被押进来，正是杨主簿。他神情憔悴，却依然坚毅，看到范泽人，微微点头。柳元修见状，面色骤变，心中一惊，暗道不好。此人竟然未死。范泽人道：“特使大人，此人乃县府之主簿杨主簿，此案之始末，皆由他一一说明。”主簿跪下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特使大人，下官愿以性命担保，县令大人绝无与赌方有不当往来之事，一切皆是下官为之。”特使冷声道：“杨主簿，说来听听。”杨主簿颤声：“特使大人，下官实有不得已之苦衷。”特使冷冷道：“但说无妨。”杨主簿深吸一口气，艰难地开口：“实乃有人胁迫下官，命下官捏造县令大人收受贿之证据。下官实在不敢得罪那位大人，故不得不从命。”特使微微一怔，皱眉道：“那位幕后主使是谁？你可有证据证明你所言非虚？”杨主簿怯怯地看了范泽人一眼，范泽人点头示意，给他以勇气。杨主簿方才从怀中取出一封信件，递给特使：“这封信乃那位大人所写，命下官诬陷县令大人，下官实在是无奈之举。”特使接过信件，仔细查阅。信件我已详阅。杨主簿，既然你承认被人胁迫，那便说出那位幕后主使的名字，否则本官难以信服。杨主簿颤抖着，低声道：“下官实在不敢说出那位大人的名字，若说出，恐遭灭门之祸。”此时，县督柳元修冷笑一声，站出来道：“特使大人，杨主簿既然承认自己捏造罪证，便应该一力承担。此事也算县令大人御下不严，但也不能轻易证明杨主簿不是县令大人的替死鬼。特使大人，请一律处置杨主簿，以儆效尤。”杨主簿闻言，脸色大变，急忙跪地道：“特使大人，下官实在是被逼无奈，才会捏造罪证，求特使大人明察。”特使冷冷道：“杨主簿，既然你不肯说出那位幕后主使的名字，本官只能当作你一人为之，当一律处置。”范泽人见情势紧迫，上前一步道：“特使大人，杨主簿已说明被胁迫之事，请特使大人宽恕一二。况且若无人指使，
他一介书吏，岂敢捏造如此罪证？此中必有隐情，还请特使大人详加审查。特使沉思片刻，挥手示意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本官便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杨主簿，你若再不说出那位幕后主使的名字，本官便一律处置你，绝不宽恕。”杨主簿颤抖着，眼神闪烁，最终在范泽人的坚定目光下，咬牙道：“特使大人，下官说。此事乃县督大人柳元修所指使，下官实在不敢抗命，才会诬陷县令大人。”此言一出，堂内哗然，众人皆惊讶不已。特使面色一变，转向柳元修，冷冷道：“柳元修，这可是真的？”柳元修脸色苍白，抢辩道：“特使大人，此言纯属捏造。杨主簿诬陷本官，定是受人指使，此事绝无可能。本官一向洁身自爱，绝不会做出如此卑劣之事。”特使转向范泽人道：“范泽人，若你有其他证据，便速呈上。”范泽人从怀中取出一本账册，递上前去。特使大人，这是赌场账册，里面详细记载了主簿欠下的赌债数额之大，也让有心人抓住了把柄。特使接过文书，仔细阅览，眉头紧皱。柳元修见状，急忙上前道：“特使大人，此人言之无据，焉能轻信？”范泽人冷笑道：“县督大人，既然你无所畏惧，何不让特使大人细查此事？若真无冤屈，岂会担忧？”柳元修被这话一激，面色一沉，却无从辩驳。特使放下文书，冷冷道：“此案关系重大，本官自当慎重对待。杨主簿，你接着说。”杨主簿颤颤巍巍跪在地上，低头不敢直视特使。他知道自己所作所为难逃一死，也悔恨自己为何如此糊涂。范泽人拍拍杨主簿的肩膀，轻声问道：“杨主簿，请如实陈述你所有作案手法。你与赌坊之间有何往来？”杨主簿喉头滚动数次，终于开口道：“我欠下巨额赌债，无力偿还。此事不知为何被县督大人知晓，他邀我去赌坊威逼利诱，说若我不从，便要将此事告发，让我丢了饭碗，还说如果是成，会让我继续做主簿，欠债就当没发生过。后来县督大人买通赌坊主与我合谋，我伪造县令大人笔记，写了与赌坊来往的书信，陷害县令大人。”特使目光如炬，盯住杨主簿。此话当真？杨主簿连连点头，汗如雨下。句句属实，若有虚言，愿受天谴。范泽人接着道：“县府账目亦非真实，杨主簿，请说明你如何在账目上做手脚。”杨主簿低声道：“账簿上并未做手脚，我只是将库房中多放入了一箱金银，当作是赌坊送来的利润，欲以此诬陷县令大人。”特使听罢，面色阴沉，转向赌坊主：“赌坊主，你有何话说？”赌坊主见大势已去，跪地哀嚎：“特使大人，草民罪有应得，皆是柳元修所逼，草民不得不从，望大人明察。”柳元修见事迹败露，脸色惨白，怒斥道：“贱民胡言乱语！”特使怒道：“柳元修，你还有何话说？”柳元修面色苍白，抢辩道：“特使大人，此乃污蔑，本官为官多年，岂会如此不堪？范泽人，休要胡言乱语。”范泽人不为所动，冷静道：“特使大人，此事还有证人，请许我呈堂。”特使点头道：“准。”范泽人又示意，堂门再次开启。彪虎押着一名男子进来，那男子满身伤痕，正是之前柳元修派去的刺客。泽人解释道：“这人是我们在找杨主簿时遭遇的刺客。”刺客见到特使，急忙跪地叩头道：“特使大人，小人有罪，小人愿意供出一切。小人受县督大人指使，行刺杨主簿。”特使大怒，拍案而起，道：“好你个柳元修，贪污受贿，陷害忠良，还欲杀人灭口，其罪当诛。来人，将柳元修押下，待朝廷定夺。”柳元修惊恐万分，口中喃喃道：“不可能！范泽人，你这卑鄙小人！”范泽人微笑道：“柳县督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你行此恶事，终有报应。”特使冷声道：“将柳元修押下。”衙役们一拥而上，将柳元修带走。特使转向萧明坤，面色缓和：“萧县令，此案已明，总算是还你一个清白。”萧明坤拱手深深一拜，感激道：“特使明察秋毫，还我清白，下官感激不尽。”特使转向范泽人笑了笑：“
范泽人，此案多亏有你查明真相，果真是后生可畏啊！范泽人拱手道：“特使大人过誉了，此事皆为还县令大人一个清白，乃众人齐心协力，共同查明真相，泽人不敢居功。”特使点头道：“好，你有此忠诚之心，本官当上奏朝廷，为你请功。本案到此了结，众人各归其位，待朝廷定夺。”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